如果恋爱进步到可以与逝世的亲人相见，那么是解决思念之苦的好事，还是扰乱正常生活秩序的烦心事呢？女人叫百里，是一位考古学家。准备出发那天，她在机场遇见了个彬彬有礼的男人，二人初次相见，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百里透露，她这次出差为期3个月，家里只剩下了妈妈和女儿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二人匆匆地加了彼此的联系方式，百里就登上了出发的飞机。考古队此行的目的地是非洲深处的沙漠，他们的车刚开进来不久，就遇到了本地居民的骆驼队。这里画个重点，后面要考。下午，白妈妈接到了一通视频电话，她拿起手机一看是女儿打来的，迟疑了几秒后又整理了情绪，才按下接听键。你干嘛啊？那么看着我？白家呢？许久没见到妈妈的女儿立刻坐到了外婆的旁边，但百里一下就看出她有些不高兴，自责太久没有往家里打电话了，于是将镜头对准了骆驼，非常卖力的哄女儿开心。小女孩被新鲜事物吸引，这才愿意接过手机，和远在非洲的妈妈聊上几句。自那以后，尽管白天的工作很辛苦，百里都坚持晚上给女儿讲故事。有一棵生命树，可是有一天，这个恶魔他妒忌人类，把这棵生命树给连根拔起，哇，扔进了大海里边。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，那大海变成了沙漠。妈妈现在就在这片沙漠，以前那是海，茫茫大海。渐渐的，女儿对妈妈的工作充满了好奇，也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。那你知道那做一个考古学家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要有力气。你有力气了，你才能走很远很远的路，然后才能见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哦。那提问，怎么样才能有力气？我知道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锻炼身体。就在这时，同事喊百里过去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挂掉通话，然而又忽然意识到以前好像经常这样做。白家怎么了？妈妈，下个礼拜我生日的时候，妈妈这儿忙着，一会儿打回给你啊。妈妈，或许是对孩子的愧疚，又或许是母爱的觉醒，百里掉头返回基地，拿起手机给女儿回拨了过去。白家，不好意思，妈妈刚挂电话太急了。没事，你经常那样。是吗？你一直挺忙的。对不起，宝贝，妈妈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挂你电话了。你想跟妈妈说的时候，尽管打来啊。经历了这件事，母女俩彻底的解开了嫌隙。然而二人总是通宵聊到很晚，也不舍得挂掉电话，这让白妈妈暗自做了个决定。可看着视频里性格突然转变的女儿，她的心里又有些舍不得。实际上早在3年前，百里就因疾病不治身亡了。南朝鲜著名的崔博士和郑博士研究了一款智能 AI， 可以模拟已逝之人的行为举止，供亲属以解相思之苦。而这便是 Wonderland 虚拟世界。外孙女过于依赖死去的女儿，白妈妈非常担心发生意外。次日，她主动联系了郑博士，提出终止百里的虚拟服务。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，下个月解绑生效。当天下午，白家又在和百里聊天，他特别希望妈妈能够回来。知道实情的白妈妈故意打岔，让外孙女赶紧去吃饭。没想到孩子非常思念母亲，已经动了过去寻找的念头。要不等你长大一点，妈妈一定带你过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够了啊，妈还该吃饭了啊。话音未落，白妈妈就挂断了通话。她对外孙女再次强调不能去找妈妈，然而无论说什么，白家就是不听。白妈妈索性提议祖孙俩一起回老家，那边有很多同龄的孩子，可以过得非常开心。然而思母心切的白家就是要妈妈，他趁外婆不注意夺过手机，试图连接百里，但被白妈妈一把夺了回去，并且警告在这样以后都不准打给妈妈了。下午，百里拨通了视频电话，白妈妈强调别再提让孙女过去的事，此外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去，因为在南朝鲜什么都没有。这不有我吗？好啦，你就等我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我等你回来，你能回来吗？几天后，白妈妈带着外孙女来到了仁川机场。就在她向工作人员问路的时候，白家突然不见了。另一边，郑人被急促的铃声吵醒，打给他的是远在外太空的男友泰柱。二人维持着这样的距离已经有很多年了。泰柱不仅会提示女友还有几分钟上班，出门前别忘了滴眼药水，吃上2颗维他命，甚至别人搭讪郑人时也会大方的同意。 혹시 주말에 시간 되세요? 서로 영화 보러 가실래요? 잠시만요. 정인아. 우리 주말에 뭐 하기로 했었나? 아니, 왜? 뭐 없으면 나 영화 보러 가려고. 괜찮아? 그래, 보고 와. 몇 시에 갈 건데? 몇 시에 갈 건데요? 5시 괜찮아요? 5시래. 내가 예매해줄까? 뭐 볼 건데? 뭐 볼 건데요? 제 남자친구예요. 아니요. 그냥 남자친구랑 보러 가세요.
每天晚上证人都会给男友展现厨艺，而泰柱总是极力的配合。此外，二人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透过视频欣赏地球的景色。可同样的是，重复做难免会厌烦，这时泰柱就会使出浑身解数逗女友开心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这对情侣应该会非常幸福。然而实际上，泰柱因为车祸已经卧床多年，植物人状态的他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。证人无法释怀男友的意外，这才会选择开通虚拟服务。他盼望着奇迹的出现，祈求泰柱哪天能够醒来，过上如同虚拟服务般的生活。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1个星期后，证人得到医院的通知，他慌慌张张地冲进泰柱的病房。没错，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男人醒了。然而上天并没有怜悯这对苦命的鸳鸯。经过仔细的检查，医生发现泰柱脑部受损严重，虽然醒了，但导致了认知障碍。不过证人认为一切的困难二人都可以克服。就在这时，虚拟泰柱打来电话，他选择了关机。通过不懈的康复训练，泰柱已经可以走路了，但认知性障碍却没有半点好转，就连眼前的玻璃也感应不到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证人为了鼓励他，竟然主动的撞在玻璃上，大概只有爱到骨子里才会这样做吧。时间一晃，泰柱算是康复出了院，证人非常开心的把他带回二人的家，迫不及待的观看曾经拍下的影像，帮助男友找回以前的感觉。次日，习惯被虚拟服务叫醒的证人感觉有只手抚摸自己，他突然被惊醒，这才反应过来泰柱回来了，于是一把将其拥进怀里，感叹男友在身边真好。殊不知更大的困难正在等着二人。没过几天，证人发起高烧，满头大汗的他却怎么都联系不上泰柱，再加上感冒药就是找不到，虚弱无力的证人不得不联系虚拟泰柱。정인아, 너 얼굴이 왜 그래? 너 헤어지 어디 있는지 알아? 그거 화장실 맨 위칸 선반 위에 넣어놨잖아. 안쪽에 있는 주황색 통 찾으면 돼. 一直睡到晚上的证人被噪音吵醒，他推门一看，发现客厅里正在开派对，而召集大家过来的正是消失了一天的男友泰柱。证人这才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一连几天晚上家里都灯火通明，还没康复的证人实在是不想回家。就在这时，虚拟泰柱打来了电话，对方一下就看出他不舒服，不断的关心病情怎么样了，并且会努力的逗女友开心。而证人只希望原来的那个泰柱早点回来。几天后，证人急匆匆的上班去了，然而经常丢三落四的他忘了拿手机，恰好虚拟泰柱打来电话，就在现实泰柱准备接的时候，被证人一把夺了过去。至此二人之间产生了隔阂，一个怀疑女友外面有了别人，另一个担心开通的虚拟服务伤害到男友，完全不知道如何解释的二人过得很辛苦，仿佛走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，就算用心去维持，也终将得做出抉择了。与此同时，崔博士和郑博士接到了新的订单，奶奶想要给孙子定制虚拟服务，但里面的吃喝拉撒都需要钱，所以他不得不打3份工，尽量满足孙子的要求。郑博士一查吓了一跳，从衣食住行到生活开销竟然花了那么多，而孙子最近想要辆车，所以奶奶起早贪黑的工作，拜托2位博士定制一台好看的。就在这时，孙子又打来电话，嚷嚷想要一架钢琴。崔博士听后递了个眼色，郑博士心领神会，告诉奶奶车的钱可以免单。几天后，郑博士拨通了孙子的电话，通知他奶奶为了凑钢琴的钱，由于过度劳累导致猝死，以后没人能满足他无止境的需求了。祖孙俩的通话 Wonderland 会妥善的保管的。第二天，泰柱来到了证人工作的机场，一定要看那天是谁打来的电话。事到如今，证人也没什么好瞒的，恰好虚拟泰柱打来电话，他索性将手机递了过去。泰柱接过手机，按下了接听键，惊讶的发现那个人竟然是自己。他一下子无法接受现实，更加不知道如何面对女友，于是一个人坐在登机口。与此同时，找不到女儿的白妈妈联系上了虚拟的女儿，寻求办法。百里听后安抚母亲不要着急，马上联系机场进行广播寻找。他自己毅然决然地打算离开考古队，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去找到女儿。然而前方突然出现了本地的骆驼队，百里没有多想，选择绕道前行。可开了没多远，同样的骆驼队再一次出现在了面前。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但百里没有放弃，终于在尝试了无数次后，骆驼队消失了。可随之而来的是强沙风暴，在折返逃命和寻找女儿之间，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，义无反顾地冲进了暴风中。实际上阻止行动是2位博士故意编辑的，因为百里正在靠近服务器的中心。与此同时，虚拟世界里出现一辆白车，他冲到百里车子旁边停了下来，司机迅速下车将他给拉了出来，而司机就是开头的那个男人程浩。原来程浩是郑博士设计出来管理虚拟世界、维护服务器正常运作的人。然而这次他被百里的行为所感动，破例提示想要做的事就能变成现实。待百里回过神来，他找到了考古队苦苦寻觅的生命之树，随即透过次元壁与郑博士进行了直接对话。他想要获得2位博士的帮助，于是崔博士利用现有的技术，将虚拟世界的百里传送到了仁川机场。一瞬间，现实世界人的手机都没了信号，紧接着所有人都接到一通来自虚拟世界打来的电话。 Hello, can you hear me? Please go ahead. I'm really tired. I just feel like everything hurts me. I'm looking for better. Thanks, little girl.
우리 사랑 영원하길 기도하고 현재 서비스가 있어요. 원활하지 않습니다.就在这时，泰柱看到一个小女孩溜进了员工通道，镜头一转，白家跑到了飞机起飞屏上，一辆货车正朝他疾驰而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泰柱及时赶到，将白家扑倒，这才没酿成大祸。故事的最后，白妈妈找到了外孙女，百里也打来了电话，可不在同一维度的几人根本无法见面。妈妈已经死了。那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还能给我读3本书吗？好，当然了。3本啊，3本怎么够呢？要不读6本？百家，你长大了，你现在是小姐姐啦，对不对？你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对吗？怎么照顾呀？知道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运动。好样的！把手机给外婆。妈，我在这儿挺好的，我这欠你的呀，来世再还。来世，我做妈妈，你做女儿，我好好照顾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做的肯定很好。儿子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锻炼身体。宝宝，好想你。哎呀，我今天晚上还打电话过来呢，别哭了，别哭。妈，你这白头发都长出来了，该染染吧。恐怕现在我没法帮你染喽。Sorry， 没关系的。好了，我去工作了，拜拜。与此同时，证人打给了郑教授，他想要终止虚拟服务。原来在不久之前，二人已经把话说开，尽管彼此还留有美好的回忆，但那些也只能是回忆了。虚拟世界里远在外太空的泰主松开了手，以极快的速度坠向地球的某个角落，他要回去看看心爱的人，似乎寓意着现实中泰主的病可能会好转。不过那些已经不重要了，活着的人的生活还要继续，不是吗？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呢？